我娘产子那日，高僧批命，生女为后，生男为将，独双胎不祥，当诛之。大人，事关将军府前路，可看清了？我爹绝望地看着两个襁褓，不动声色地开口：一子一女，当是个好字。人人都恭贺我爹喜得贵女，日后入主东宫已是板上钉钉。这等福气我原也应该跟着高兴，只可惜我并非众人羡慕的对象，而是将军府的幼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和姐姐是双生至亲，从小就争得厉害。我们一同降生，偏生她体弱，比我重了1斤6两，体弱些。年幼时大家都穿着衣裳到处跑，谁人也分不清将军府的是公子还是小姐。那段日子大概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我比姐姐先会喊娘亲，她气得哭了一整日。姐姐不甘示弱，在娘亲生日时悄悄摘了一朵花，我看着手里的泥巴，气得呼在了她的衣领上。世子之争向来如此，原本这样的日子也算有趣，只是6岁那年，我爹打了胜仗回府，他拎着我的脖领子扔到了教场。姐姐被娘亲带着去了琴房，里面坐着的皇后娘娘身边的人，听说诗书礼仪样样精通。我不满，大喊着我爹偏心，凭什么只让我来教场？姐姐身子弱，何该让她来扎1个时辰的马步才对。我爹气得照着我后脑勺来了一巴掌，我不得不在教场待了1天。回府时，神色样样的我遇见了闷闷不乐的姐姐，久违的亲情就这么被唤醒了。我眸中含泪，姐姐。姐姐朝我头上打了一巴掌，凌云，你跑哪去了？爹带我去教场了，我让他把你一同带去，他非不肯，你快骂他。我姐，后面那句是开玩笑的，前面却是认真的。我有记忆以来，从没和姐姐分开过，可这次不管我们谁耍赖，我爹仍然坚持分开我们。我生闷气，在教场淋了一整日的雨，最后被人拖着回府。我娘又急又怒，揪着我爹的耳朵骂。他们不敢请来太医，只敢请信得过的府医来。我好像听见我娘在我榻前碎碎念。后来我听见姐姐的哭声，她的手有些凉，眼泪更冷。她说：凌云，对不起。那次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们是不一样的。我生来就得练武，过几年便要上战场，偌大的将军府只有我们姐妹俩。我醒过来后第一次知道真相，看见我爹神色复杂，他叹了口气，双胎不祥，祸国妖女，必将斩杀。凌云，若这事被发现了，要死的人很多，爹会尽力保住你们姐妹。但你记住，你就是我萧衍的幼子，日后的护国将军。我不大聪明，脑子也比姐姐转得慢，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我怎么就变成姑娘家了？可若我的身份暴露，恐怕我们一家都要死。夜里我抱着被子去找姐姐，她的眼泪好像要把我淹没。我笑嘻嘻地擦干她的泪。别羡慕了，你这身子是没法去教场喽。我和你说，打架可好玩了，日后我要做大将军，有人欺负你，我就打死他们。姐姐嘴角含笑，眸中却含着泪光。我们凌云真厉害，我好像一下子变得懂事起来。从前事事和姐姐争个高低，如今她日日坐在房中学些琴棋书画，而我在教场训练，隔几日身上就多了处伤。姐姐不让旁人接触我的伤，次次都是和娘亲一同为我上药。外人面前端坐无比的萧映雪，斩钉截铁地盯着我。女儿家的身子可要紧，除了姐姐莫要给旁人瞧，女子也不行。我胡乱点头。10岁那年，姐姐入宫做了明阳公主伴读，我被我爹丢进了军营训练，3日才能回一次将军府。这日回府，我瞧见姐姐的脸颊高高肿起，我娘眸中闪着火光，冷声解释了这一切。原来娘带着姐姐参加相府的宴会，那丞相是皇后娘娘的亲兄长，丞相之女楚明章是她的亲外甥女，虽才10岁，但整日追在太子殿下身后。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我姐姐是日后的太子妃。她不满，便对我姐姐下了手。姐姐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任我娘给她上药，一边给我抹眼泪。哭什么？那楚明章虽然打了我一巴掌，我也朝他心口踹了一脚，说来还是你教我的招式。姐姐说自己是将军府长女，自然不能被他欺负了。我却知道，是因为楚明章说我日后为将，早晚死在战场上。
我一个男子，自然不好对楚明章下手。于是择日我便去了他们组的蹴鞠局。楚明章他兄长楚玉也在，他看着细胳膊细腿的我，嫌弃地翻了个白眼。谁不知道未来的萧将军日日在自家教场上摔跤呢，还有空和我们踢蹴鞠，不怕你爹抓你回去？我爹怕我身份暴露，向来不让我同这些世家子弟一起玩。今日自然是我偷跑出来的。我面上却没有一丝心虚，而是轻嗤了一声。怎么，你们怕了？少年经不起激，一下就急了。于是全程我也不管进不进球，追着楚玉后面暴揍。他们平日只会念书，哪里经历过这么歹毒的暴打，惨叫连连。最后所有人都不踢了，全来拉我。我也不管是谁，拉架的一律当楚玉揍。楚玉鼻青脸肿，我自己也挂了彩。最后我吐了口血沫，地上楚玉的眼底已经带上了泪光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从来不娘们唧唧玩虚的。以后你妹打我姐，我就揍你，懂？说完，我利落的转身，实则疼得嘶嘶哈哈，偷偷抹掉了眼角的泪。回去免不了挨我爹一顿揍，真疼啊！这一战，我爹打得我3天没下来床，却也想到一个好方法。他日夜担忧我女子的身份被发现，可若是我3天一小打，5天一大打，怎会有人怀疑如此的混世魔王是个女子呢？姐姐偷偷带着点心来看我，我连忙从龇牙咧嘴变成了面无表情。见她拿出点心，还不屑地轻嗤了一声。这种甜腻的东西，我这样的男子汉怎会吃这些？姐姐手指点在我伤口处，我顿时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。姐姐缩在我床榻的角落，有些忧愁。凌云，日后你可怎么办呢？难道真要当将军去打仗吗？我急了，去打仗怎么了？爹打了一辈子的仗，那可是大英雄，日后我萧凌云也是大英雄。姐姐叹了口气，眉头拧得能夹死一只苍蝇。爹打了一辈子的仗，不还是保不住2个女儿？我沉默了。10岁的我仍天真的以为我姐姐是日后的太子妃，以后就会做皇后，做太后。即便我打仗没有我爹厉害，但我爹仍旧是大将军，姐姐进了宫也不会被欺负。可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这之后，我爹叫人悄悄传出我身强体壮，一拳可以打死2个无耻小儿，却偏偏是个混世魔王的谣言。人人都知道萧衍有1子1女，女儿国色天香，端庄温柔，儿子自幼混账，是个莽夫。我爹安下心来，又出去打仗。及笄那年，陛下病重，宫中急需喜事冲一冲。陛下病榻上一想，想到了我姐姐，想到了那高僧，于是圣旨一下，姐姐成了太子妃，楚明章作为侧妃，和姐姐一同入东宫。消息传来时，姐姐的手抖得厉害，我娘脸色更为难看。侧妃和太子妃一同入东宫，皇后是昏了头不成？我脑袋嗡嗡作响。前些日子我去瞧姐姐，她正和3皇子一起讨论诗画，笑得和同我在一起一般开心。她也在深夜试探性地问我，凌云，我们有没有可能离开京都，做个普通人？我笑着回她，如果有那一天，我一定要吃许多好吃的点心。我们不去想命运的轨迹，试图逃避这一切，但命运还是以不可控制的方向走向了既定的路。姐姐出嫁那日，是我背着她上花轿。太子是端方君子，即便陛下病重，喜事不宜大办，却仍愿把该走的仪式走上一遍。我背上沉甸甸的，一步一步，眼泪却不争气地滴在地上。姐姐趴在我背上，一如幼时般柔弱，声音却十分坚定。凌云，日后姐姐做了皇后，便让你假死离开，天高海阔，我们姐妹总得有一人走出去。答应我，照顾好爹娘。我心底绝望。姐姐嫁人后，我心里沉甸甸的，整日愈发不爱言语。听说太子10天有8天都宿在楚明章处，他不喜欢我姐姐，姐姐也不喜欢他。可他们一个是太子，一个是命定的太子妃，谁也逃不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太子办了喜事后，陛下的病境也真的渐渐好了起来。这时我爹打了胜仗，不久就要回京，陛下看向姐姐的神情带了慈爱，太子去姐姐那的时间也多了起来。闲暇时，他又叫我进了宫。我心中忐忑，小心翼翼地回答陛下的话。他抹挲着下巴，
问我你爹怎么不把你带去战场锻炼锻炼。我摇头，我能力不足，我爹自然不愿我去添乱。本以为皇帝会生气，没想到他竟然哈哈大笑，连说我爹生了个好儿子。我不明所以，回府后如实和我娘说了一切。他眸色暗了暗，没说什么，只叫我近日不要出门，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。可即便我待在家里，也听见了外面的传闻。我爹是子民心中的大英雄，他们说王朝可无君，却不能没有护国将军。这等谣言，饶是我如此愚笨，听见也是心头一惊，更何况陛下了。他一连下了3道圣旨，召我爹回京受赏。可偏偏此时边塞异动，我爹左右为难，拖了几日打完仗后才出发。他连夜赶马，却路上突发心急暴毙。消息传来时，太子妃失足落水，失了腹中胎儿。陛下感叹我爹忠君爱国，又出了此等意外，连夜下了圣旨。朕感念大将军萧衍忠君爱国，特让其子萧凌云承其位，7日内去边疆，保佑王朝太平。出了金銮殿，我远远地瞧见一袭红衣的长姐，身后还有陛下的内侍。我早就脱下便装，身着铠甲。如此冷的天气，姐姐连个披风都没有，一下轿就跌跌撞撞地朝我跑过来。她红着眼眶，却没哭，只是冰冷的手死死拉住我的袖子。凌云，你在萧家就在，若你不在，萧家就是人人可欺的野狗。若当初我身子再弱些，一出生便夭折，也不会有这些事了。姐姐哑着声音，语气带着从未有过的绝望。我连忙扶住她，厉声质问姐姐身旁的婢女。太子妃本就身子虚弱，又刚刚小产，你们如何敢让她跑出来，连个披风都不带，伤了身子怎么办？婢女们连忙下跪，脸上却带着不忿。是太子妃执意如此，奴婢们不敢反驳。宫中向来如此，人走茶凉，失了势，谁都敢踩上你一脚。我冷冷地瞥了她一眼，随后摘下身上的披风，给姐姐披上，贴近她的耳畔，一字一句道：姐姐，有我在，你会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我们从来不是在行。我亲自将长姐送回东宫，身上的铠甲和虎符明示了我的身份。我一剑划开那长姐身边的婢女，不管她是太子的人，或是楚明章的人，都不重要。恰好此时，太子和楚明章笑着回来，楚明章捂着小腹，两人瞧着十分甜蜜。楚明章脸色一变，捂着肚子尖叫：萧凌云，你这个疯子，怎么敢在东宫动手？太子也愤怒地看向姐姐，嘴角带了讽刺：你还真是有个好弟弟，跑到姑的东宫对姑的人下手。萧映雪，姑早说你落胎一事是意外，你为何还揪着不放？鲜血从剑上洒下来，滴到我眼角3两滴，我反而笑了起来。阿双，带长姐进去。阿双是长姐从将军府带来的婢女，忠心耿耿，我信得过。她神情不见一丝波动，转身进了房间。我看着太子，我爹死前蛮人进攻越城，刚打了胜仗人就没了，军心也散了大半。殿下可知蛮人趁机夺回一城，边疆百姓人心惶惶。太子眯了眯眼，神情和陛下如出一辙的高傲。王朝不只有你萧家，况且你一介没上过战场的毛头小子，真以为和你爹一样是王朝的战神？我摇摇头，殿下说错了，王朝有武将无数，却只有一个萧家，萧家在军心在，萧家没了，军心也散了。太子眸色暗了暗，我相信他作为一个储君，蠢不到哪里去，自然听得懂我的言下之意。这次边疆战事，只能我去。我擦了擦手上的剑，悠悠开口：若我姐姐在东宫日子过得还算顺心，我便去；若不顺心，我不干了又如何？大不了我们一家九泉之下再团圆。太子几乎要气笑了：姑从未见过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，和姑谈条件？萧凌云，你真是好样的！和储君谈条件，日后哪还能安稳下去？幸好我本也不打算让他做这个储君。姐姐曾说让我假死离开，拥有自由自在的下半生。可如今我打算做一辈子男人了。萧家本就是陛下的眼中钉，肉中刺。从我和姐姐还未出生前，这位帝王就绞尽脑汁地对我家下手。他忌惮，却又需要萧家。他厌恶我爹，同样也厌恶我。太子不爱我姐姐，也从未对萧家施以援手，
反而和皇后的母家走得很近。他和楚家死死地绑在一起，日后也不会帮我们。既然如此，那边换个楚君不就好了？阿双送来的消息，太子当晚去了姐姐殿中，无论楚明章如何闹，太子也没理会他。他又说，姐姐失了孩子，和楚明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而这次陛下不仅任命我去边疆，还有楚玉作为军师与我同去。提到他，我拧起了眉。陛下特准我给我爹办好身后事，我还有7日离开京都。这期间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。最起码在我回来前，他们要像敬畏我爹一样敬畏萧家，这样我娘和姐姐才能好好的活下去。我爹有许多忠心耿耿的旧部，大部分在边塞，也有些在京都。灵堂上，不少叔伯来拍我的肩膀，眼底尽是担忧。他们担忧我不会打仗，没上过战场，空有我爹教的东西，纸上谈兵受了伤可如何？我毕竟是萧家最后的血脉。我笑了笑，毫不在意。我爹能行，我这个做儿子的也一定行。和我爹关系最好的王冕伯伯犹豫了片刻，将我拉去了一边。凌云，你爹未必是突发心急，这次你去，最要小心的不是敌人，而是楚玉。我身形一顿。临走前，宫中举办了宴会，陛下将我也叫去了宫中，说了些客套话，又夸我有我爹的风范。我敷衍着一一作答，目光却落在女眷那边。姐姐神色淡淡，坐在太子身侧，太子时不时地侧手和楚明章说着话。他腹中已有身孕，几日不见，姐姐似乎又消瘦了不少。看到我担忧的目光，她安抚般笑了笑，冲我眨眼。姐姐是高僧批命的未来皇后，她不死，中宫的位置便岿然不动，因此姐姐早就成了众人下手的目标。我花了不少积蓄和我爹留下来的人脉，插了人进东宫，又将千挑万选出来的善读善武和善谋的3人通通留给他，才松了口气。趁着临走前，我特地去东宫见了他一次。凌云，你本就孤身一人在外，人都给了我，你怎么办？我第一次见姐姐眼中的愠怒，我连忙安抚她，萧家军强盛，叔伯们也会庇佑我，姐姐照顾好自己，我才能无后顾之忧。姐姐身子单薄，我甚至一只手就能揽住她。我心中苦涩，试探道，姐姐，若你想，这太子谁做都可以。你不是喜欢三皇子，你喜欢谁都无所谓，我会想办法。话音未落，姐姐打断了我的话。凌云，嫁给太子前，我见过三皇子一面，他母妃是淑妃，母家也没什么势力，陛下给他定的三皇子妃是户部尚书之女。我问他，若我坏了自己的名声，他可还愿娶我？他没回答，只是说他母妃生下他不容易，若是宫中没了他，淑妃便没了依仗，生在皇室，处处不容易。但即便我嫁给太子，他心中还是有我。我拍桌而起，怒声道，荒唐！姐姐却笑了，苍白的面容带了一丝艳丽，眸中迸发出金光来。是啊，着实荒唐。凌云，我怎会认为会有皇子与我真心相交呢？我生来就带着太子妃的名头，皇室中人谁娶了我，都要笑上3天3夜。可他们并非想娶我，而是想娶高僧批命的奉命女。所以靠他们做什么？凌云，要登我便自己登上那个位置。我恍若大梦初醒，从东宫出来后，我没有回府，只是叫上心腹，快马加鞭去了边塞。我爹这一辈子都在打仗和戍边，几个叔伯早就死在战场上，只留下2个堂兄作为副将，是我爹的左膀右臂。我幼时见过2个堂兄一面，他们当时还说我娘们唧唧的，怎么扎个马步都这么费劲。见我来了，大堂兄堪堪松了口气，刚毅的脸上尽是疲倦，开了个玩笑。这么多年不见，凌云也长成男子汉了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简要说了如今战场上的情况。我爹回京途中暴毙，接到消息时，2个堂兄纷纷红了眼眶，二堂兄更是一分神，被敌军射中了心口，几番凶险才保住命。这些时日，双方休养生息，都未出征。如今我来了，正好顶他的位置。大堂兄拿出舆图来同我一起看，这图我其实已经看了无数次。我爹虽不曾让我上战场，却总是悄悄将我叫去书房，
把边疆的形势舆图一一嚼碎了，和我仔细探讨分析。朝廷对这些机密都是保密的，但我爹却不在乎这些。他说焉能为了这些死规矩失了性命？无人知晓，2年前震惊王朝的护国将军以千军破局之战，其实是我笑嘻嘻地对我爹提出的意见。那时我爹眼中闪过惊喜，我儿聪慧。我压下心中的酸涩，我爹怕是早就想到了最坏的结果。一番探讨后，大堂兄心中的忐忑消散了不少，笑吟吟开口：不愧是护国将军之子，半点不输你爹。我回之一笑，如今的当务之急是收复城池，让蛮人看看萧家军的厉害。京中形势不容乐观，萧家正值危难之时。萧家军可是我爹带出来的，若不是被我爹的死冲击，怎会一时大意失了城池？夜里，我随大堂兄犒赏3军，人群沸腾。只要我萧凌云在1日定将承袭复制，我们萧家军永不会散，保边疆太平无虞。京中数年，我练就了一番好本领，如今正是要用的时候。兄弟们，吃饱喝足，我们拿回城池，衣锦还乡。战事一触即发。当初我先行离京，楚玉被我落在后面。等他来时，我已经率兵拿回一城。将领兵士个个红光满面，军营烧起了火，烤上了羊腿。大堂兄一掌拍到我肩膀上，哈哈大笑：凌云，没想到你小子真有一手。阴人的手段简直和二叔如出一辙。军医刚刚给我包好伤口，看见大堂兄的动作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我一时失笑，抬起头就看见了楚玉。他脸色铁青：陛下命你我出征，萧将军并未通知我先行一步不说，如今又在这如此散漫，带着众人吃吃喝喝，成何体统？楚玉刚刚到边疆，就直奔我这大营，世家公子，萧家军可不待见。自然无人告诉他，我们刚刚拿回了失去的城池。大堂兄挑了挑眉，像看跳梁小丑一样看着他。我想了想，评价道：你长大了，但还是和幼时一般讨厌。楚玉脸色一变，就要下来同我理论。还是大堂兄笑眯眯地将人带走，临走时朝我眨了眨眼。他和楚玉解释清楚事情的经过，又将人安排在无关紧要的闲职上，这才回来。二堂兄的伤好的差不多，也出来同我们庆祝。耳边尽是喧闹声，我抬头看着漫天的星辰，忍不住想姐姐现在在何处，又在做些什么。我娘还安好吗？我打了胜仗，他们总归不该再被欺负了吧？京中的人传来消息，我打了胜仗的消息一传回去，楚明章就在惊愕时掉了孩子。姐姐站在他门外哭晕了过去，只说楚明章是不是见不得我打胜仗，见不得边疆安宁。楚明章更加生气，屡屡出言不逊，惹了太子厌烦，竟冷了他。姐姐因着家里生变，一改往日的高傲疏离，变得温柔小意起来。太子一连数日都宿在姐姐处，什么好东西都往她房中送。姐姐这几个月养得比在家里面色还要红润些。我爹战死，姐姐流产，我又出征，我娘好像一夜之间就老了。但得了这消息后，她又开始出门和世家夫人们走动。我知道这时她在为我和姐姐铺路。我们不喜争斗，但每个人都在为了保全萧家而努力，守着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。我在边疆待了足足3年，一连3年，我日日紧绷着这根弦，从频频受伤，到像我爹一般对边疆的各处如数家珍，只是身上没有一块好肉了。3日前的一次大战，我伤到了心口，还多亏了楚玉拼死将我背回了营地，侥幸捡回一命。军医来诊治时，脸色大变。在睁眼时，大堂兄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说什么。二堂兄站在他身边，他们俩的眼眶红得和兔子一样。我低头看了看，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开玩笑似的开口：幸好没死，不然还哭瞎了2位副将，亏大了。大堂兄被我噎了一下，大掌朝我扇过来。他常常这样拍我的肩膀，跟熊掌一样。我做好了挨这下的准备，那掌心却落在了我的头顶，随着一声叹息。凌云，怎么不早告诉兄长们呢？萧家再不济，也还有我们顶在上头，小姑娘家家的，心思那么重做什么？你和映雪一样，都是我们的妹妹。我想说些什么话，好叫堂兄们不必担忧。
但话到嘴边，却落下一行清泪来。我爹萧衍一生忠君报国，却落得个惨死的下场，留下我娘和姐姐，还有我这个府里唯一的男丁。我们身后毫无依仗，这还是第一次我意识到，我们背后并不是空无一人。心头一块大石头落地，我又忙碌了起来，脸上笑容也多了起来。反倒是楚玉有些奇怪，似乎在刻意躲着我。这日他进了营帐，别别扭扭地扔下一瓶祛疤膏，扭头就走。我心下一惊，急忙叫住他，粗着嗓子喊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诚心来羞辱我？本将身上的是伤吗？那是实打实的军功，搞这些娘们唧唧的东西，当心回京我向陛下参你一本。”楚玉顿了顿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哦，那我倒要先问问陛下，他命我来边疆做军师，怎么大小战役我都是旁听的份呢？”我抹撒着下巴，笑眯眯地朝他招了招手。谁说楚军师只能旁听啊？这不是机会来了吗？得知我将最新的一战交给楚玉指挥时，大堂兄一口茶水喷了出来，眼底尽是震惊。凌云，我没听错吧？这小子可是楚家的人，当年二叔的事，我们嘴上不说，心里谁不是恨得牙痒痒？可偏偏我们摊上这样的陛下。大堂兄失望地喃喃道。我握住他的手，那就换个人效忠。这下大堂兄急得直接窜了起来，把营帐封了个严严实实。你疯了吧？这种话怎能当儿戏？凌云，我们萧家世代忠烈，可不能毁在我们这代。我直直地看向他的双眸。大堂兄，我们还有回头路吗？当年的事，包括高僧拼命一事，我都告诉了他们。大堂兄闻言罕见的有些沉默。陛下从没想过萧家活，若子民一日认为王朝可无君，不可无萧家，那萧家便一日是他的眼中钉。陛下让我来边疆，是让我平定军心，还是斩草除根？大堂兄仍然犹豫不决。一向沉默的二堂兄反而示意我继续说下去。我最后加上一记重拳，眼中燃起了浓浓恨意。姐姐在东宫数年，我爹当年留给我们姐妹一队精兵，隐匿在京中附近。他的死因姐姐已经查清了，是龙椅上那位做的。我萧家拥兵30万，又如此赤胆忠心，却被陛下疑心至此，凭什么要听他差遣？边疆子民常年陷入战乱，京都却觥筹交错，好不快活，他凭什么为君？大堂兄拳头攥得紧紧的，眼眶一点一点变得通红，咬着牙道：父亲战死，二叔战死，祖父战死，我萧家唯余我们4个，他竟还不肯放过我们，果真欺人太甚。二堂兄关注的更多，凌云，可战事起，遭殃的是百姓。我勾了勾唇角，这就要看姐姐的了。我在军中的3年，收拢了萧家军的心。姐姐在东宫自然不闲着。楚明章早就失了太子的宠爱，靠着母家和皇后的关系在东宫嚣张。可姐姐在我来边疆第2年便诞下灵儿。瞧见皇长孙，陛下和太子都高兴万分，赏赐了不少东西给姐姐。这一下，三皇子有些着急，私下里竟和姐姐见了一面。他含情脉脉地诉说着这么多年的思念之情。姐姐潸然泪下，却说身不由己，几度失言说想要三皇子做太子，我萧凌云自会支持他。三皇子在朝中本就蛰伏起来等待时机，如今他再不起来，恐怕这个位置就轮不到他了。三皇子抓住赈灾的机会，在陛下那得了眼。陛下近年来身子愈发不好，疑心病也愈发厉害，2个儿子分庭抗礼，才是让他最放心的场景。于是皇帝冷落了太子，反而宠信起三皇子来，滋长了他的野心。太子不得宠的日子，姐姐日日宽慰，时不时让太子乖乖蛰伏起来，带着儿子和皇帝聊些琐事。太子恭敬谦卑了不少，陛下更加满意。如此平衡过了2年，只待一个时机打破。那便是楚玉领兵作战获胜后，太子殿下的人奏请陛下为其请功。人人都知道楚玉是太子的小舅子，兵权在我手里和在他手里没什么区别。但萧家一向忠君，楚家可是早早站了队。三皇子上朝时提出还是先放，毕竟边疆战事萧家2郎功勋更甚，也没见谁来要这奖赏。陛下最终允了三皇子。太子心中记恨，称病在东宫待了数日。
陛下非但没心疼他半分，反倒和三皇子愈发亲近，想要太子之错。姐姐在这其中只做了一件事，那便是日日在太子身边念着无碍，左右楚家和萧家都会站在太子这边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会支持你。太子猛然醒悟，有了楚相和胡国将军的支持，自己想要什么没有？3个月后，宫中传来陛下暴毙的消息，太子继位，我姐姐萧映雪为皇后，这一切顺理成章。偏偏三皇子质疑先帝的死有蹊跷，太子本来念着2人兄弟之情，将他赶去守陵，这下他心中起了杀意，姐姐直接让人杀了三皇子。陛下挽着姐姐的手，深情道：“映雪惯会为朕解忧。”姐姐也笑，陛下日后不会再有烦恼了。而这时边疆也变了天，蛮人突然大举进攻边城，为了保护一城百姓，我带着2位堂兄血战7日，死伤数万，才换得边疆安宁。可我并未追杀，而是与要求见了草原的王，与其和谈。一番推心置腹后，他答应10年内不再进攻边境，且年年给王朝献上马匹物资。一时间，百姓跪喊萧凌云的名字，他们说我是守卫边疆的战神，日后边疆的安宁多亏了护国将军。这时，陛下下旨让我先行回京，说是太子5岁生辰，我这个做舅舅的应当提前回京为他庆生。这一切仿佛早有预兆，我直接收拾起行李来，楚玉却找了过来。经历了上回的事，楚玉发觉我利用他，再也不肯指挥一场战役。平时偶遇了他，他也只是用复杂的目光看着我，这次却是意外的担忧和迟疑。片刻，他开口：“如今边疆无战事，你日后怎么想？”我好笑地看着他，我如何想？什么时候轮得到我来想了？陛下让我去哪，我就去哪里。楚玉有些沉默，他抹撒着衣裳，不知道想做什么。我装作看不懂楚玉眼底的挣扎，打破了这诡异的安静。你就是来问这个的？楚玉忽然转过身，声音淡淡：“我知晓你并非男子，这是欺君的大罪。若你自行服下假死药，再不出现在京都，我可饶你一命。不然，回京我一定向陛下禀报。”没等他说完，我手一翻，从他衣裳里掏出一个瓶子来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这就是假死药。楚玉脸色突变，反应过来，结结巴巴地开口：“这是毒药，你要是不从，我立刻就毒死你。”我撇撇嘴，打量了他一番：“就凭你？”楚玉涨红了脸，又来抢药。我侧身躲过，直接倒出来吃了下去。楚玉脸色大变，急忙大喊军医。可是附近的人早让我清走了，他怎么可能喊来人呢？直到我倒下口吐鲜血时，他方才颤颤巍巍地扶着我的身体。你怎么？我贴近他的耳畔。真可惜，你是楚家的人。很幸运，你不太聪明的样子。说完，我一口鲜血喷出来，没了气息。此后的事便比较简单了。我一如我爹一样，在回京路上突发心急，只有2位堂兄带着我的遗体回京，路上还耽搁了许久。楚玉浑浑噩噩地被楚家接走，他那瓶药实则是陛下给楚家的，和当初我爹吃的药一模一样。多少年了，还是如此老的套路。只不过楚玉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，和楚家的人吵了起来。他走得早，自然也没看见我半夜诈尸，从棺材里爬了出来，抄了近路，驾着汗血宝马，带着一队精兵秘密进京。京城里，护国将军战死的消息传了回去。皇后听闻消息，受不了吐了血，帝后大吵一架，陷入了冷战。楚明章再次得宠，得意洋洋地让自己的女儿推了太子一把，导致太子掉入池中烧了2日。为了太子，皇后不得已找上陛下，2人重修旧好。我听着觉得比画本子还要精彩。姐姐不去写画本，当真可惜了。这些时日为了掩人耳目，我并未同她联系过。因此，当我穿着宫女的衣裳，改变容貌，来到皇后殿中喊了声姐姐时，姐姐眸中闪过了一丝茫然，不可置信，随即便是巨大的惊喜。她平退左右，又哭又笑：“凌云，你再不来，我真要给你收尸了。”阿双笑盈盈地端来茶水点心。皇后怎的还哭上了？
将军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您可是不知道，自打您去了边疆打仗，娘娘每每梦中惊醒，担忧的要命。我心中欲贴，拉着姐姐的手不肯松开。我们姐妹说了一会儿话，但最关键的还是后面的事。两位堂兄不久后会带兵进京，依照陛下和先帝如出一辙的多疑，他恐怕要削弱兵权，分散萧家军。姐姐抹了一把眼泪，目光一如儿时温柔。没事，在那之前解决掉他便好。自从陛下下了旨，我给他下的药量也加大了不少。如今的陛下有个无伤大雅的癖好，便是喜好玄学。当年给我们姐妹批命的高僧早就圆寂，陛下信任的便是他的徒弟。只是他不知道，这徒弟早被人偷梁换柱，如今这人姓萧。爹娘曾在我爹旗下领兵，3年前战死沙场，唯有他一人活了下来。闻言我才彻底放下心来，借着宫女的身份和小外甥玩了一会儿。太子长得像我姐姐，一本正经却又童言童语，十分可爱。这几日陛下宿在储明章处，也没来皇后殿中，反而让我们姐妹好好聊了几日。姐姐尤其笑得古怪，我巴不得她一直待在那。我开始不明白她什么意思，直到陛下死在储明章宫内一事传了出来。那夜我正睡得安稳，姐姐一把将我从床上拖了下来，笑着开口：走了凌云，去看戏。我打着哈欠，一路随姐姐去了储明章殿内，看见了哭得梨花带雨的储明章和昏迷不醒的皇帝。太医说皇帝这情况恐怕是房事时过于激动，导致陷入昏迷。我惊讶不止，储明章更是惊恐万分，尖叫着：不可能，怎会有如此病？你这个庸医，本宫要叫人杀了你！太医连连告罪，苦不堪言。姐姐挺身而出，让他们先行下去，又用故意谋害圣上的罪名扣押了储明章。我啧啧称奇，感慨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姐姐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其实储明章有些话说得不错，的确没有这样的病，但这个锅得他来背。姐姐说他下毒时就没管这些，皇帝死在谁床上，就算谁倒霉好了。如今储明章成了这个倒霉鬼，储家也完了。如今朝中势力繁杂，储家占据半边，储明章出了这事，储家当然不依，甚至扬言是我姐姐做的，只为了嫁祸储明章，狼子野心，实在可恶。朝臣们吵得不可开交，两位堂兄却带着精兵回来了。可眼下陛下昏迷，哪里能管得住萧家军？身死的萧凌云也出现在朝堂上。面对大臣们的质疑，我苦笑着说，众人都以为我死了，那遗体也不小心掉下了山崖，但我不过是被果壳卡住了喉咙，这一颠簸竟吐了出来，辗转反侧才离京。没想到陛下昏迷了。要我说，诸位也不必再吵，陛下昏迷，小太子年幼，如今还是要先惩处谋害陛下的储家，再做打算。储明章他爹气得面红耳赤，荒谬，轮得到你个毛头小子在这里指指点点？我惊讶地看着他。萧家军可是陛下的左膀右臂，既然陛下昏迷，我们自然有义务斩杀这些不怀好意、错乱朝纲之人喽。说完，我拔剑直取储相人头。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，那人头已经滴溜溜一圈，滚到了我的脚底下。与此同时，陛下薨逝的消息传来。姐姐满脸惋惜地看着这一切，伸手抹了2滴不存在的眼泪。陛下受贼人陷害，幸而有护国将军率兵镇压叛乱，为今之计是赶紧稳定王朝。本宫宣读陛下遗旨，即日起便由太子继位，本宫辅佐，封萧凌云为摄政王。王室凋零，这些大臣们不成气候，此时都是一副我是谁我在哪的模样。直到大堂兄一挑眉，直接跪下喊着吾皇万岁。大臣们恍然大悟，共同拜了下去。我和姐姐四目相对，从彼此眼中看到了笑意。皇帝死后，我的小外甥做了新皇，姐姐做了太后。我问她为何不做女帝，她说日子要一天天过，路要一步步走。若她当时提出做女帝，免不了一阵血雨腥风，会气得很。可若她文采学识，国策见地，皆不输于旁人，又礼贤下士，识人善变，那这些人即便再不甘，也无话可说。她的确做得很好。
我这个摄政王毫无用处。姐姐说，这身份不过是给我用来玩的。边疆没有战事，我带着精兵在京都附近待了2年。姐姐日日垂帘听政，位置坐得稳稳的。朝中有一心的楚相死了，其余人跟着楚玉去了塞北。我没什么事做了。在一个清晨，姐姐让我换上了女装。我们生得一模一样，可此时随便一个人都能分清我们姐妹2人。她目光沉静，聪慧睿智；我眸色锐利如鹰，神色坚定。她和该坐在高堂，而我应当是草原自由自在的鹰。临走前，姐姐笑着牵住我的手，认真道：凌云，如今一切结束了，姐姐来兑现诺言了。此后你不必做萧将军，不必做摄政王，独成为萧凌云便好。天高海阔，任你选择。我笑了笑，回握住她的手。愿长姐岁岁无忧，常相见。我出宫游历多年，听闻长姐垂帘听政8年后成了女帝，恢复了当初摄政王也就是护国将军萧凌云的女儿身。她开办女学，允许女子入仕，成了史书上一代传奇女帝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